人类的大脑有一种令人惊叹的缺陷，或者说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那就是总以为自己能战胜那个原本就不为了让他们赢而设计的体系，尤其是在处理那些他们并不真正拥有的钱，也就是债务的时候，这种自负会达到顶峰。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快100年了，我见过无数才智出众的人，他们拥有常青藤的学位，拥有令人羡慕的履历，甚至拥有高尚的品格，但最终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在财务的泥潭里窒息而死。为什么？因为他们爱上了一种叫做杠杆的东西，他们给这东西起了很多好听的名字，资本结构优化、财务效率、良性负债，但我把这些统统称为合法的自我蒙蔽。如果你今天点开这个视频，脑子里还在纠结我手头有一笔钱，是该先还清那该死的信用卡，还是拿去买那个看起来会涨的股票，那么恭喜你，你不仅问错了问题，你还站错了队伍。你把自己放在了悬崖边上，却还在计算风速对你跳舞姿势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钱的话题，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话题。今天我要用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60年的经验，也是用我和沃伦巴菲特赖以生存的普世智慧，来敲碎你脑子里那块关于债务的顽固结石。做好了，这良药不仅苦，而且会让你觉得很痛。第一章反向思考如何确保拥有悲惨的一生。画面切换到简单的白板动画，画出一个陷入泥潭还在试图举重的人。我总是推崇反向思考。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获得幸福，先去研究如何让人变得痛苦。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致富，先去研究如何确保自己变穷。这太容易了。如果你想确保自己一生都在焦虑中度过，想确保自己在机会来临时束手无策，想确保你在老得掉牙时还必须看老板的脸色行事，那么方法很简单，背上一身债，然后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未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们中最流行的一个愚蠢问题。芒格先生，我的房贷利率只有 3%， 而我预期的股票回报率是 7%， 或者是 10%， 我不还钱拿去投资，中间这 4% 的差价难道不是白捡的吗？每当听到这种话，我就想把你送回幼儿园重新学习算术，或者更确切地说，送去心理诊所。你们这些拿着电子表格计算这一微小利差的人，自以为发现了金融世界的秘密通道，你们甚至觉得自己比银行更聪明。这就是典型的物理学季度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你们试图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计算一个本质上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混乱系统。你们的计算有一个致命的假设，你们假设生活是线性的，你们假设那 7% 的收益是像物理定律一样恒定的。只有傻瓜才会相信确定的负债可以被不确定的收益所抵消。让我把话说明白，如果你正在投资与还债之间摇摆不定，那你已经输了，因为你把负债视为了生活的常态。这，我的朋友，就是财务崩溃的起点。一个又一个看似明智的借口堆积起来，构成了你们所谓的理财策略。你们辩解说，我的债务成本很低，我是净赚的。不，你没有赚，你只是在一个充满了可燃气体的房间里玩弄火柴罢了。只要没爆炸，你就觉得自己是玩火大师。但只要有一点火星，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火星，比如一次失业、一场大病，
或者是美联储的一次加息，你的人生就会瞬间灰飞烟灭。我从未见过一个宣告破产的人不是因为拖欠了别人的钱，这绝非巧合，这是自然法则。第2章，债务的生物学寄生虫模型画面。显微镜下的寄生虫正在吞噬细胞，随后转场到一张复杂的复利曲线图。我在南加州大学讲过，要把多学科的思维模型结合起来，在处理债务问题时，不要只用经济学，要用生物学。债务不是工具，债务是寄生虫。想想看，寄生虫是做什么的？它寄生在宿主体内，不论宿主健康与否，不论宿主是否进食，寄生虫都要吸取养分，这就是利息。人们问我，查理，为什么你这么讨厌债务？因为债务具有一种残酷的数学上的完美纪律性。当你睡觉时，债务在增长；当你生病无法工作时，债务在增长；当你心情低落、判断力下降时，债务依然在增长。复利 （negative compounding） 从不打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背负着非理性的债务，就不可能去构筑理性的财富。如果你欠了1万美元，利息是15%，这意味着每年你都有1500美元的确定性净损失。请注意我用的词“确定性”。在金融世界里，确定性是最昂贵的东西。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能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个股票市场里找到一个保证每年给你15%正收益且毫无风险的投资项目？你找不到，哪怕是伯克希尔也做不到保证。你也别指望你那个只有几千粉丝的理财博主能教你做到。但是你的信用卡债务却能保证让你亏损15%甚至更多。这就是债务残酷的美感，它是确定的。而当确定性站在你的对立面时，它就是金融世界里最可怕的敌人。我见过成千上万的人痴迷于优化他们的投资组合，他们会花上几天几夜争论是该多买5%的苹果股票，还是少配置一点特斯拉。他们觉得自己像个运筹帷幄的将军，而与此同时，他们的信用卡利息正以比这些公司增长快得多的速度在滚动。这不叫投资，这叫智力戏剧。这就像一个口袋里塞满了石头的人在海里拼命划水，还要向岸上的人炫耀他游的姿势多优美。最终物理定律会起作用，他们都将沉入水底。如果你连那个正在不断扩大的确定的漏洞都堵不上，却还在谈论如何给船装一个更强劲的引擎，那你不仅是坏的工程师，你是彻头彻尾的蠢货。你必须先堵上那个洞，在堵上洞之前谈投资，无异于开足马力更快地撞向冰山。第3章，心理学误判被奴役的大脑画面。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充满了锁链的意象，眼神空洞。让我们再换一个模型。心理学，人们常说金钱是身外之物，这是胡扯。当你欠债时，金钱就是你大脑的一部分，而且是病变的那部分。债务会重塑你的神经回路，它会逼迫你只能做出短期的决策。我认识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人，甚至是天才，但一旦他们陷入了债务危机，他们的智商就会瞬间跌落到白痴的水平。为什么？因为恐惧。当你的下一笔收入已经被他人预定时，你也就无从谈论自由。这就好比你在下棋，如果你没有债务，你可以布局，
你可以牺牲几个竹子来换取长期的胜利，你可以等待对手犯错，你可以思考未来10步。但如果你背着债，你就相当于在下棋时被人用枪指着头。这种情况下，你只会想怎么活过这一步，你不敢冒险，或者你会因为极度恐慌而孤注一掷。债务会剥夺你的耐心，而在投资领域，耐心就是氧气。我见过一些人一边背着高昂的贷款利息，一边吹嘘自己跑赢了指数，这简直就是笑话。当市场下行时，相信我，市场总会下行的，这是市场的呼吸方式。那些没有债务的人看到股价下跌，看到的是机会，他们会兴奋地搓手，准备买入打折的优质资产。而那些背债的人呢，他们看到的只有绝望。他们不仅要面对资产缩水，还要面对银行那个像节拍器一样精准的催款单。这时候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崩溃。债务会先麻痹你的大脑，然后再掏空你的钱包，于是你开始仓促决策，过早卖出，太晚恐慌，甚至开始祈求奇迹。听好了，市场从不奖励祈求者。如果你背负着高利息债务，你就该把它当作一栋着火的房子。你不会站在着火的房子里分析它的建筑结构，或者思考如果火灭了这房子值多少钱。你会立刻逃出去，你会还清那些债务，即使这意味着要推迟你那些宏伟的投资蓝图。我曾经告诉一个学生，你现在一边欠着信用卡债，一边问我该不该投资，那就像问我口渴时该喝水还是喝汽油。答案显而易见，只是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人们恰恰讨厌这种不舒服的真相。事实是，还债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无风险的回报。是的，它很乏味，看着债务数字归零，并不像看着股票账户翻倍那么让人肾上腺素飙升。但保持偿付能力本身就是乏味的。每个人都渴望刺激，直到刺激带来了追加保证金的电话 margin call， 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发现无聊的价值其实被严重低估了。第4章，杠杆的本质，穿晚礼服的赌博画面。赌场里衣着光鲜的人们正在把筹码推向杠杆那一格，背景是摇摇欲坠的高楼。在这个时代，人们对杠杆这个词有着病态的迷恋，每一代人都深信自己重新定义了债务的意义。在20世纪20年代是这样，在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是这样，在2008年次贷危机前也是这样。他们给债务起了各种时髦的名字，试图掩盖它的本质。但当你剥去这些术语的外衣，剩下的仍然是穿着现代外套的古老愚蠢。你想投资，当然可以，但如果那笔钱是借来的，那就不叫投资，那是穿上了晚礼服的赌博。赌徒和使用杠杆的投资者唯一的差别在于，赌徒清楚自己在冒险，而杠杆投资者却以为自己在进行某种高深的资产配置。我亲眼见过杠杆摧毁了比你我聪明10倍不止的人。如果你在做物理实验，你知道杠杆可以省力，可以撬动地球。但在金融里，杠杆的本质是放大结果，好的变得更好，坏的变得更坏。而问题在于，人性保证了坏的迟早会出现。一旦坏事发生，杠杆就会把一次小小的绊倒变成彻底的自由落体。我看过这部电影无数次了，剧情总是如出一辙。有人借钱来加速他们的收益，他们告诉自己这是理性的，
只是在聪明地利用别人的钱 ，OPM 减 other people's money。一开始确实有效，他们做了几笔漂亮的交易，账面数字看起来很好，自信心开始膨胀，多巴胺分泌过剩，他们开始相信自己已经掌控了风险，甚至觉得自己有点10成金的能力。然后市场打了个喷嚏，也许是利率微微上浮，也许是一个项目出了差错，也许只是一条负面新闻。突然之间，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了。这时候他们会说：“哎呀，我只是运气不好。”不，这不是运气不好，那是算术回归了现实。如果你在高杠杆下运作，你并不拥有那些资产，而是资产在拥有你。你只是暂时租住的一种繁荣的幻觉。在上世纪70年代，巴菲特和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天才用借来的钱把自己炸得粉碎，他们的生意再优秀也无济于事。只要经历几个糟糕的季度，债主就会上门。资本主义的墓地里埋满了那些试图优化资产负债表的天才。直到今天，我仍然看到人们在为低利率找借口，说现在杠杆的成本很低，不借白不借。那就像在说这一轮俄罗斯轮盘赌的概率看起来不错，只有1颗子弹，所以值得玩一把。可最终弹膛总会转到有子弹的那一格。让我们把视线从电子表格上移开，看看镜子里的你。人们喜欢说债务是一种工具，没错，电锯也是一种工具。在熟练的外科医生或伐木工手里，它很有用，但在一个粗心大意甚至还在宿醉的人手里，它就是致命的凶器。而在财务这件事上，绝大多数人不仅是粗心大意的，而且是盲目的。你们贷款买车是为了让邻居羡慕，而那个邻居根本就没在看你。你们为了面子去买负担不起的豪宅，然后自我安慰说那是刚需，是投资。你们把负债当成了日常，因为周围人都是这么做的。然后你们又反过来奇怪，为什么自己感到被困住了？为什么每天早上醒来感觉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我说过无数次，人生的铁律是你会得到你应得的。如果你持续不断地借钱，你应得的就是焦虑。欠债这件事有一种深层的腐蚀力，它不仅仅是每月从你银行卡里划走一笔钱那么简单，它会侵蚀你的独立性，甚至改变你的性格。仔细想想，当你背着巨额房贷时，你对老板说话的语气是不是变了？当上司提出无理要求时，你是不是选择了忍气吞声而不是拍桌子走人？它让你容忍那些本不该容忍的事情，让你习惯于解释而不是拒绝。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尊重那种量入为出的老派观念，不是因为它听起来有多高尚，而是因为它极其实用。一个持续处于压力之下的大脑是不可能培养出良好判断力的，你需要心理空间去思考，而债务会把这块空间强行租给别人。你的债主不仅拥有你的未来现金流，他还占据了你的脑容量。这哪里是财富？这就是打着领带的奴役。你以为你拥有那个房子？不，银行拥有那个房子，你只是那个负责给银行打工，顺便住在里面的看门人，还要负责修剪草坪。如果你不能在任何时候对自己不喜欢的交易、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工作说不，那你就是奴隶。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车，不管你那是所谓的好债务还是坏债务，
自由不来自于拥有更多，而来自于亏欠更少。当你不欠任何人时，你才能进行清晰的思考。你能在所有人高喊是的时候，坚定地说不。你能忽略大众的恐慌与喧嚣，因为你并不绝望。人们严重低估了这种力量。独立就像氧气，你只有在失去它的时候，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第6章，复利的敌人，不要打断那该死的奇迹画面。一棵正在生长的小树苗，被一只标着债务的大手连根拔起，然后再种下，再拔起。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想谈论复利。爱因斯坦称之为世界第8大奇迹。你们都想让钱生钱，但你们总是忽略了复利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不要打断它。我说过，复利的第一条守则就是不要不必要地打断它，而债务就是那个打断之母。这就是基本的物理学。如果你在往山上推石头，这是积累财富，而债务就是那个把你往下拉的地心引力。如果你在25岁开始投资，并且没有任何债务，时间会成为你最强大的盟友。每一分钱都在为你工作，利滚利，滚雪球。但如果你在35岁开始投资，却被车贷、房贷、消费贷所掩埋，时间就会变成你的死敌。同一个人，截然不同的结局，全都是因为杠杆的方向不同。人们喜欢把事情搞复杂，他们会问查理，如果我能借到低息贷款，然后在股市里获得高回报，这不是加速了复利吗？这就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债务在财务上等同于每隔几个月就把植物从土里拔出来，查看它的根是否在生长，因为你必须还款，你的现金流被切断了。当市场出现绝佳的买入机会时，比如股市暴跌50%，你不仅没有钱去补仓，反而因为要偿还债务，或者因为抵押品价值缩水而被迫卖出你手里最好的资产。这不叫投资，这叫财务自我破坏。有一条学校从来不教导的规则：你所欠的每1美元都是1美元无法为你去实现复利的士兵，而你花在偿还过去错误上的每1年，都是从你未来自由里偷走的1年。这不仅仅是数学问题，这是战略问题。债务会把你的注意力从长期的所有权转移到短期的生存上，它迫使你盯着下一期还款日，而不是下一个10年的趋势。它把你的时间变成了银行的利息收入，而银行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永远不会感到疲倦，也永远不会忘记收钱。你想跟一个永不疲倦的对手比赛跑，那你最好确定你的腿不会断。但正如我之前说的，生活永远不会按计划进行。你会失业，你会生病，你会离婚。一旦意外发生，债务这个打断者就会立刻变成终结者。第7章，伯克希尔的秘密。我们从不试图变得聪明画面。巴菲特和芒格坐在年度股东大会的台上，喝着可乐，台下是一片焦虑的华尔街精英。人们总是问我，查理，你和沃伦是怎么建立起伯克希尔这个帝国的？你们一定有什么复杂的金融模型吧？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太看不起我们了。复杂的模型那是给想骗人的商学院教授用的。我们建立伯克希尔的地基，简单的令人发指，先有纪律，后有增长。我们从不把债务当作杠杆工具，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病毒。你要么在早期就遏制它，要么它就扩散到足以杀死你。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和我在建立伯克希尔时几乎不借钱。
不是因为我们不懂杠杆，而是因为我们太懂了。你要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经历过1973年的大崩盘，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2008年的金融海啸。在那些时候，华尔街就像个着火的疯人院，但我们呢，我们安睡无忧，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占有我们。我们不需要在恐慌中抛售资产来满足债权人的要求。相反，当所有人都在被迫卖出时，我们拿着现金进场了，这就是真正的优势。真正的优势不是你的智商比别人高2点，也不是你的电脑比别人快。真正的优势是，当所有人都陷入恐慌，不得不做蠢事时，你还能稳稳地坐在那里做正确的事。如果银行掌控了你的神经，你就坐不住。这就是我们和那些倒下的天才之间的区别。他们试图成为最聪明的投资者，通过高杠杆来放大收益，而我们只是试图成为最后站着的人。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小，甚至很怂，是吗？但你想想，在那场长跑比赛中，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跑到终点，死人是没法复利的。金融的目的地里挤满了那些把速度误认为聪明的人。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吹嘘如何高效地使用债务，请停下来，你离学会谦逊只差一次下行周期。巴菲特和我从未试图快速致富，我们只是稳稳的致富，而那才是更好的交易，因为速度会杀死复利。你无法催促指数级的增长，就像你无法让9个女人在1个月内生出一个孩子一样。你不需要比所有人更聪明，你只需要比所有人更长久地保持理智。而当你带着杠杆时，理智是不可能长久的。第8章，好债务与坏债务的谎言根本没有安全的毒药画面。2个瓶子，一个写着房贷好毒药，一个写着消费贷坏毒药，实际上里面的液体是一样的。现在肯定有人要在弹幕里反驳我了，查理老头，你太极端了，用债务买房地产或投资企业难道不是明智的吗？那是好债务啊。让我来戳破这个最后的气球。我从未理解人们对于好债务和坏债务的痴迷，他们都一样危险，只不过一个杀得慢，一个杀得快，但两者都会让你夜不能寐。如果你告诉我，一个交易只有在重度借贷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也就是所谓的这笔生意必须加杠杆才能赚钱，那我告诉你，那它本身就不够好。事情就这么简单。最好的投资机会从不需要杠杆来让它发光，它们在保守的融资结构下依然极具吸引力。如果你需要借钱才能让回报率看起来像样，那你买的不是资产，你买的是风险。只要你的投资依赖于债权人的善意，你就不再是投资者，你成了人质。我曾听一个人吹嘘他以3%的利率借钱，然后以6%的收益进行投资。他对我说，看，我赚了3%的利差。我对他说，不，你赚了3%，却赌上了100%。如果市场波动让你的资产价值下跌，银行会要求你补充担保物，那时候你怎么办？你原本微薄的3%利润瞬间就会变成巨大的亏损。他不喜欢这个答案，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他们宁愿沉浸在令人愉悦的幻觉里，也不愿面对让人不舒服的真相。真相是杠杆让你变得脆弱，它把暂时的挫折变成了永久的损失。它惩罚傲慢的速度远快于惩罚愚蠢的速度。它确保
你终有一天会遇到那位追缴保证金的职员，他是金融界最冷酷无情的老师。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说明你杠杆太高了。如果市场一下跌就毁了你的全部计划，说明你杠杆太高了。如果你需要运气才能不破产，那你就不是投资者，你只是一个祈求宽恕的投机者。我的建议是，别拿借来的火柴玩火，房子总是烧得比你想象的更快。第9章，真正的财富，1美元1美元的买回你的灵魂画面。一个人剪断了身上的提线木偶线，站在阳光下，虽然衣着朴素，但神情泰然，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我们是在讨论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人们以为目标是变富，其实不是。真正的目标是独立。你想要更多的钱，不是为了买更多的东西，不是为了买更大的游艇或者更快的跑车，你是为了停止做那些愚蠢的事，而没有什么比用杠杆交换自由更愚蠢的了。现代人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债务贩卖的是一种进步的幻觉，他在你耳边低语，你现在就能拥有，稍后再付钱，但稍后总会到来。而且他总是连本带息的收回，既包括财务上的利息，也包括心理上的利息。我见过人们被自己绑在讨厌的工作上，只因为他们离不开那份薪水去还贷。我见过家庭几十年推迟了幸福，只因为被房贷所束缚。我也见过本来判断力出色的投资者，因为背负贷款而做出了怯懦的决定。那不是生活，那是带着 Excel 表格的求生。当你问我该投资还是先还债，我的答案是，没有债务的人能等待机会，而背负债务的人只能祈求机会。你每清偿1美元的债务，都是从你的大脑上卸下了一条锁链。你每消灭一笔贷款，都是在买回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人们，你一生中最好的投资不是股票，也不是公司，而是用1美元1美元的买回你自己的独立。夜里能睡得安稳是无价的，在压力之下，你无法让智慧复利。当你没有债务，你可以等待那个真正合适的击球机会。巴菲特把这叫做好球区的击打。你不需要对每一个飞来的球都挥棒，但当你带着杠杆，由于利息在背后追赶，你只能被迫挥棒，哪怕那个球投得很烂。这就是纪律和绝望的区别。所以，是的，自由永远胜过杠杆。它也许看起来更慢、更乏味，但它是真实的。而在一个充满波动的世界里，稳定才是终极的竞争优势。结语：你可以选择做个聪明的傻瓜，或者做个无聊的赢家画面。查理·芒格起身准备离开，镜头拉远，看到他身后是一条虽不拥挤但坚实的道路。最后，我想送给你们一句话。我说过，人类的头脑最擅长的不是智慧，而是自我欺骗。当人们说我一边投资一边慢慢的还债时，其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我想在贫穷的状态下感受富有的感觉。这是一种伪装成理财计划的情绪策略，而情绪是理性理财的功底。如果你听完我今天的话，还是决定去借钱炒股，或者背着债去追求所谓的高收益，那我祝你好运，你真的会需要它的。但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赢，想要那种哪怕明天股市关门5年你也不慌的赢，那就去做那个无聊的人吧。哪怕需要花上5年、10年去整理你的财务，去清空你的债务，然后再开始投资。
这听起来很慢，但相信我，如果你跳过了那些无聊的步骤，你不是在加速，你是在自爆。慢慢致富总比快速破产要好得多。去做个无聊的幸存者吧，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那才是最极致的智慧。如果你知道你会死在哪里，那就永远别去那个地方。